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ndrew Ross Sorkin 的《大而不倒》。Andrew Ross Sorkin 是《纽约时报》的首席金融记者，也是知名金融新闻板块 Deal Book 的创始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花费了500多个小时，对超过200名关键参与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受访者不仅包括时任美国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美联储主席 Ben Bernanke、纽约联储行长 Timothy Geithner 等政府决策中枢，还囊括了摩根大通的 Jamie Dimon、高盛的 Louis Blankfein、摩根士丹利的 John Mack 以及雷曼兄弟的 Dick Ford 等华尔街几乎所有主要投行的首席执行官。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他获取了大量从未公开的机密会议细节、私人通话记录以及高管们在危机关头的真实邮件往来。大而不倒这本书正是基于这些一手史料，按时间线细致还原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全过程的纪实作品。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回到那个让全球市场屏住呼吸的关键周末，看看这场系统性的信贷休克究竟是如何在华尔街的高杠杆扩张中埋下伏笔的。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通过了一项决议，修改了实施多年的净资本规则 Net Capital Rule。 这项变动看似只是技术调整，却成了打开危机大门的关键阀门。根据新规，华尔街最大的几家投资银行可以通过注册为合并监督实体 Consolidated Supervised Entities， 不再受限于强制的资本储备底线。简单来说，这些巨头从此可以依靠自己开发的风险价值模型来衡量风险，自己决定账上需要留多少钱来防范意外。这等同于把约束债务规模的控制权直接交给了最渴望扩张债务的人。约束一经解除，华尔街的核心投行群体，包括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证券、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迅速开始急剧扩表。在此之前，这些投行的杠杆率普遍维持在12:1左右，而在规则修改后，大量低成本资金涌入，部分机构的杠杆率飙升到了30:1，甚至33:1。33:1的杠杆意味着机构每拥有$1的本金，就敢向外借入$33去投资。在这种失衡的资本结构下，只要投资组合的价值发生3%的微小缩水，机构所有的自有资本就会被瞬间吞噬，直接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更致命的是，在获取了这些海量的低成本资金后，投行们将其疯狂投入到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担保债务凭证中。金融工程师们把成千上万笔个人房贷混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再进行分层和重新切割。在这个资金池的最底层，塞满了大量被称为次级贷款的高危房贷。这些钱专门发放给信用记录差、违约概率极高的借款人。然而，经过多层金融工程的包装，这些原本脆弱的次级贷款被成功粉饰，其顶层资产甚至拿到了穆迪和标准普尔等机构给出的3级最高信用评级。但这套看似繁荣的商业模式底座却是悬空的。庞大的资产估值测算的理论模型预设了一个理想的前提：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同步下跌。然而，到了2006年，随着美联储连续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多年的上涨势头戛然而止，房价开始掉头向下。那些原本指望靠房屋升值来不断借新还旧的次级贷款人，面对采用浮动利率后突然翻倍的还款账单，彻底失去了资金周转的空间，纷纷选择断供。当底层基本面的次贷借款人真的开始大面积断供时，这些衍生品产生现金流的能力瞬间就枯竭了。高杠杆在经济上行期放大了账面收益，却在下行期夺走了机构存活的容错空间。在没有充足资本垫底的情况下，资产端哪怕出现微小的贬值，也会迅速演变成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当行业面临系统性收缩时，一家机构能否存活，往往取决于掌舵者能否及时打破原有的认知惯性。此时，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是 Dick Ford。 从1969年作为商业票据交易员加入雷曼算起， Dick Ford
在这家公司度过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他曾带领雷曼挺过了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引发的市场动荡，并亲手将其打造成华尔街的固定收益交易巨头。跨越多个周期的成功经验固化了他对自家资产质量的坚定自信。进入2008年春夏之交，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雷曼的股价开始大幅下挫。市场资金严重质疑其账面上数百亿美元的商业地产和衍生品真实价值，要求其按市值计价重新评估资产。在急需补充一级资本的关键窗口期，雷曼其实有过引入外部投资者的机会。像 Warren Buffett 曾主动提出注资，条件是获得优先股 9% 的固定股息以及相应的认股权证。在 Dick Ford 看来，这一融资成本过于高昂，他由此拒绝了这笔本可以为雷曼提供强大信用背书的交易。到了8月，韩国产业银行 Korea Development Bank 也表达了收购雷曼部分股权的意向。在与韩方负责人 Min Yoo Sung 的谈判桌上，核心分歧集中在每股的定价上。当时雷曼的真实股价已经跌至10几美元的区间， Min Yoo Sung 给出的报价约为每股 6.4 美元。但 Dick Ford 的心理预期依然锚定在公司过去的历史高点以及财务报表上标注的账面价值上，坚持要求每股 17.5 美元的溢价。他坚信手中的商业地产项目远比市场的报价值钱，认定眼前的暴跌仅仅是空头操纵带来的流动性折价。9月初，双方谈判正式破裂，雷曼错失了获取外部流动性的最后机会。随着最后机会的错失，这场风暴在华尔街迅速蔓延。像雷曼兄弟这样的独立投行，手里并没有相对稳定的个人储蓄存款来做资金池，他们维持日常运营的资金高度依赖影子银行体系，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回购协议市场。回购协议的本质就是拿手里的债券做抵押，去换取短期现金。每天傍晚，雷曼需要把账面上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产抵押出去，从其他金融机构或货币市场基金那里换来隔夜现金，以此维持第二天的业务流转。到了次日早晨，再连本带利把这些资产赎回。在这个借贷过程中，资金出借方会根据抵押品的风险程度设定一个折价率。如果抵押的是高信用评级的美国国债，折价率通常只有 2%， 意味着100美元的债券能借出98美元的现金。一旦抵押品被认为存在违约风险，这个比例就会大幅攀升到 10%， 甚至 20%。 这种融资模式能够维系全凭同业机构之间的信任。随着次贷危机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雷曼持有大量不良抵押贷款的消息，交易对手的信任基础瞬间动摇。短短几天内，借钱给雷曼的机构纷纷抬高了折价率，折价率从 2% 直接拉升到 20%， 这意味着雷曼必须额外拿出海量的抵押物，才能借到和以前同等规模的资金。到了9月9日，掌握着雷曼每天数千亿美元交易清算通道的摩根大通采取了防守动作。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敞口，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Jamie Dimon 直接要求雷曼额外提供50亿美元的现金担保，否则就立刻切断清算通道。这个举动几乎抽干了雷曼最后一点可用的流动资金。至此，雷曼账面上那几百亿美元的结构性债券瞬间变成了只能看却无法变现的数字。当一家金融巨头的缺口大到自己无法填补，而它牵连的利益又太过庞大时，化解危机的办法往往只能是把所有同行关进同一个房间，逼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出钱救场。2008年9月12日星期五傍晚，美国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 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Timothy Geithner 将华尔街几家核心机构的首席执行官紧急召集到了纽约联储大楼。坐在会议室里的包括摩根大通的 Jamie Dimon、 摩根士丹利的 John Mack 以及花旗集团的 Vikram Pandit。Henry Paulson 要求这些平日里激烈竞争的对手必须在周一亚洲市场开盘前自己凑钱填上雷曼的缺口，以防止开盘后引发市场的大面积抛售。为了执行这个计划，
与会高管被分成了3个小组，分别去查验雷曼的资产质量，设计剥离不良资产的架构，以及商讨行业联合出资的比例。按照他们设想的好银行与坏银行方案，大家需要共同出资建一个实体，把雷曼账上那些根本卖不出去的劣质资产装进去，这样剩下一个干净的雷曼，才会有买家愿意接盘。但在随后的查账结果显示，雷曼账面上那些商业地产和不良房贷的实际亏损，远远超过了他对外公布的数字。雷曼管理层自己估计的资金缺口大概在30亿到40亿美元之间，但工作小组仔细一算，发现真实的缺口至少高达300亿到500亿美元。面对这么大一个巨大的资本缺口，原本最有可能买下雷曼的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 Ken Lewis 立刻调转了方向。他认定雷曼的资产太复杂，表外风险算不清楚，于是在同一个周末直接拍板，用将近50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另一家同样面临压力的投行美林证券。美林的首席执行官 John Kane 一看形势不对，为了防止自家资产负债表继续恶化，迅速接受了这笔收购。美国银行一退出，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成了唯一一家还在推进全盘接手雷曼的机构。巴克莱的总裁 Bob Diamond 带头谈判，准备吞下雷曼的核心交易业务。可到了星期天，这笔交易在监管层面撞上了一堵高墙。英国金融服务局局长 Hector Sands 拒绝开绿灯，不批准豁免巴克莱股东大会长达30天的法定表决程序。英国监管层的逻辑是，既然美国政府自己都不愿意出钱担保，英国就绝不可能让一家装满不良资产的美国投行直接并入英国的金融系统。随着英国监管机构的明确否决，雷曼最后的重组希望破灭，只能被迫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凌晨，雷曼兄弟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其涉及的资产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创下美国商业史上的规模纪录。监管层最初的计划是，通过允许一家大型机构清算来重建市场纪律，消除金融系统中的道德风险。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现代金融网络中底层资产的深度耦合程度，以及恐慌情绪在短期债务市场中的传导速度。雷曼破产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并未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业资产减记，而是通过底层短期信贷市场的冻结快速放大。雷曼在生前发行了大量的商业票据，用于维持日常融资。商业票据是大型企业发行的一种无担保短期债务，期限通常在30天到90天之间。当时，由货币市场基金发明者 Bruce Bann 创立并管理，资产规模达620亿美元的储备初级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其投资组合中持有约7亿8500万美元的雷曼商业票据。雷曼的违约直接导致这部分资产的估值被大幅减记。货币市场基金通常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以维持每一份基金份额等值于1美元的面值。但雷曼债务的违约迫使该基金进行按市值计价，其资产净值 Net Asset Value 随之跌破了1美元的基准线，降至97美分。在金融市场的长期共识中，货币市场基金被广泛视同为零风险的现金等价物。储备初级基金跌破净值的事件，击穿了机构与企业投资者的心理防线。避险需求引发了针对各类货币市场基金的大规模赎回操作，单周内出现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为了应对庞大的赎回压力并保留现金，各家货币市场基金被迫全面停止购买新的商业票据。这一资金链条的阻断产生了广泛的连锁反应。商业票据市场是美国实体经济运转的基础供血渠道，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等大型非金融企业均高度依赖滚动发行商业票据来支付数万名员工的工资、结算供应商货款以及维持日常供应链运转。信贷市场的快速冻结使得流动性紧缩跨越了金融行业的边界，全面接入了实体经济的日常运行。9月15日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504点，整个美元融资市场的大量交易陷入停滞。
就在雷曼兄弟引发的信贷收缩还在持续蔓延时，场外衍生品市场里一个体量更大的资金黑洞已经成型。美国国际集团 AIG 的财务危机把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逼到了极限。作为一家保险巨头，它惹下大祸的源头既不是大家熟悉的人寿保险，也不是财产保险，而是它设在伦敦的金融产品部门 AIGFP。 在负责人 Joe Cassano 的带领下，这个部门利用母公司3级最高信用评级的金字招牌，向全球金融机构大量出售信用违约互换 Credit Default Swaps CDS。 简单来说，就是给债券买的一份违约保险。只要底层资产不爆雷， AIG 就能安安稳稳地一直收保费，可一旦发生违约， AIG 就得全额赔偿买方的损失。危机爆发前， AIG 账面上承保的这种衍生品名义本金高达数千亿美元，主要是为了给交易对手手里的担保债务凭证提供信用保护。由于这种业务在当时的监管里不算传统保险， AIG 在卖出这些保单时根本没有按照正规保险公司的要求留出足够的备用金来应对理赔。这类衍生品合约里通常埋着一个抵押品触发条款，如果 AIG 自己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了，或者底层资产跌价了， AIG 就必须给交易对手补缴现金做保证金。随着雷曼倒闭，市场上相关的抵押贷款债券价格大跌，标准普尔和穆迪顺势下调了 AIG 的信用评级。这一降级直接触发了要求补交现金的警报。根据协议，包括高盛、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直接拿着合同上门，要求 AIG 追加总计超过140亿美元的现金。长期以来， AIG 根本没有为这种极端的催债场面留出充裕的流动资金，短时间内完全凑不出对应的现金。真正要命的地方在于， AIG 是全市场对冲风险的核心枢纽。如果 AIG 拿不出钱违约了，它承保的那几千亿美元资产就会失去信用保护，大量欧美商业银行只能把自家账面上的资产大幅贬值，继而引发大面积的资本金枯竭。就在雷曼倒闭仅仅2天后的9月16日，面对即将蔓延的连带违约，美联储被迫出手干预，给 AIG 提供了一笔高达850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用来续命。作为交换对价，政府直接接管了这家公司 79.9% 的股权。当金融系统面临全局性的资金枯竭时，单靠政府逐个救火的办法很快就会耗尽手里的弹药。在接连救下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之后，美国行政部门能动用的资金和权力都已经到了极限。要防止整个金融盘子散架，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 和美联储主席 Ben Bernanke 必须去国会申请一笔大规模的系统性资金授权。2008年9月下旬， Henry Paulson 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草案，打算把金融机构账面上卖不掉的有毒资产剥离出来。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 这份最初递上去的草案只有短短3页纸，胃口却大得惊人。他要求国会直接批给财政部7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去买下华尔街的烂账。草案不仅要求给财政部不受限制的行使权利，甚至要求这些决策免受司法审查。这个要钱的提案一到国会山，就撞上了一堵政治高墙。很多议员认为，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投行因为高杠杆投机捅出的大缺口，违背了基本的商业常识，更是在给大资本单向输送利益。代表基层选民的政客们坚决拒绝给那些还在拿高额奖金的金融高管买单，要求必须加上严厉的审查和惩罚条款。而保守派则守着自由市场的规矩，反对政府大规模插手私人商业。到了9月29日，众议院对这项计划进行首次表决，结果是228票反对，205票赞成。华尔街期盼的救命钱被直接打了回去。法案一卡壳，立刻在资本市场上砸出了连锁暴跌。表决结果公布的几个小时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边狂泻777点，创下了当时历史上的单日最大下跌记录。短短的交易时间里，大约1.2万亿美元的市值直接蒸发。
就是预期一落空，全球信贷市场陷入了更深的停滞。这种惨烈的现实倒逼国会不得不低头妥协，在随后几天里紧急修改法案，最终在10月3日通过了救助计划。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在国会艰难通关后，真正执行时，财政部却发现原定的路线根本走不通。按照原计划，政府是想通过买下各家机构手里的有毒资产来给市场补充现金，但真干起来才发现，要对成千上万个复杂的衍生品挨个摸底定价，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面对华尔街每天都在见底的现金池，这种远水根本就不了近火。看着所剩无几的时间窗口， Henry Paulson 果断转变了策略，决定放弃收购烂账，直接把钱当成股本，强制注入各大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注资。10月13日，财政部把全美9大核心银行的一把手全叫到了华盛顿。除了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美林证券外，这次会议还特意拉上了富国银行、道富银行以及纽约梅隆银行。在会议室里， Henry Paulson 给每位高管发了一张只有1页纸的文件，要求这9家机构必须集体签字，接受总计1250亿美元的政府首批直接注资。当然，这笔钱是有代价的，前5年的固定利息是 5%，5年后涨到 9%， 同时财政部还要拿走相当于投资额 15% 的认股权证。按照资金分配名单，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作为体量最大的机构，每家要拿走250亿美元，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各拿100亿。这种强制摊派的要求立刻激起了部分商业银行高管的反弹。富国银行的董事长 Richard Kovacevic 明确提出抗议，他指出富国银行的底子依然健康，甚至正靠着自己的资金在收购快撑不住的美联银行，根本没必要也没有理由去扛这笔年息 5% 的政府贷款。面对抗命， Henry Paulson 直接亮出了行政底线，如果今天有谁敢走出这个门不签字，财政部和美联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会对这家银行实行最严厉的资本审查，直到掐断它在市场上的所有融资渠道。政府之所以要搞这种无差别的强制注资，根本目的其实是为了掩护队伍里的脆弱机构。市场上的资金极其敏感，如果财政部只把救命钱发给那些快要断气的投行，就等于给他们贴上了死亡标签。空头资金立刻就能认出谁在裸泳，然后切断他们最后的交易网络，引发更致命的挤兑。只有强迫底子相对干净的银行陪着深陷危机的同行一起拿国家的钱，才能搅浑这池水，阻断市场的定向攻击。财政部是在用国家的金字招牌，硬生生把整个银行业绑在一起，重建同业之间的信任底座。随着巨额公共资金的强行注入，全球金融系统总算在全面冻结的悬崖边上被拉了回来。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国家级救市，也让美国金融体系深层的利益格局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在整个救火的过程中，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那条模糊的界限，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旋转门现象的强烈声讨。主导这场系统性救市的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 在去华盛顿履职之前，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30多年，还当过高盛的首席执行官。不仅是他，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核心决策圈里，那些负责起草救助法案、手里捏着资金分配大权的官员们，很多人都有着深厚的投行背景。这种在金融资本与监管权力之间的双向流动，在客观上确实提高了救市的效率。它让政府官员能在短短48小时的周末里，迅速看懂那些高度复杂的衍生品账本，也能直接拨通各大银行一把手的私人电话，展开高效的内行人谈判。但正是这种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与利益交织，让最终敲定的救助方案带有强烈的保护圈内人和维护既有金融秩序的色彩。为了快速稳住整个金融盘子，政府在危机期间实际上当起了行业兼并的超级催化剂。在监管层的直接背书甚至出钱担保下，华尔街的版图经历了剧烈的洗牌。摩根大通在吃下贝尔斯登之后，
又接管了全美最大的储蓄贷款机构华盛顿互惠银行。美国银行在吞下全国金融公司这个次贷巨头后，又将美林证券收入囊中，而富国银行则在激烈的争夺中成功拿下了拥有庞大存款网点的美联银行。这一系列密集大并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那些在风暴中活下来的金融巨头不仅没有被拆分，他们的资产规模、存款占有率和市场集中度反而变得比危机爆发前还要庞大。商业市场的运转原本是靠淘汰那些盲目扩张的失败者来维持整体的健康生态，但在现代金融网络里，这些经过兼并重组的巨无霸机构因为体量太过惊人，业务管道已经深深扎进了整个国家的实体经济中。他们凭借这种庞大的体量，等于拿到了免于破产的隐性保护。这就造成了一个违背常理的现实：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投行靠着高杠杆操作赚取暴利，把巨额的利润变成高管和交易员的年终奖，实现了财富的绝对私有化。可一旦经济周期掉头向下，捅出巨大的坏账缺口，他们庞大的身躯就会拖住整个系统。那些数以千亿计的亏损，最终只能通过政府注资转化为国家的公共债务，由全体纳税人来共同买单。大而不倒就这样从一种市场现象变成了制度现实。金融巨头们有了国家的主权信用作为最后的兜底来源，这种隐形的兜底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逻辑。当市场的优胜劣汰被政府的强行续命所取代，那些本该承担代价的冒险行为实际上变相得到了认可。这套依靠公共资金托底来维持运转的博弈机制让华尔街活了下来，但也为全球金融体系留下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只要超级机构依然垄断着经济命脉，底层运转逻辑没有改变，类似的剧本就极有可能再次上演。大而不倒是一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始末的客观记录，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金融体系在面临系统性收缩时的脆弱与失控。当资本的杠杆脱离了底层基本面的约束，当庞大的机构将风险扩散至整个经济管线，所谓的大而不倒，本质上是将少数人的投机成本转化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负债。这场危机留给普通人的启示远不止于宏观层面的历史回望。在波动的商业周期中，普通的投资者无法像大型机构那样获得外部力量的兜底，因此必须构建起个人财富的安全边际，摒弃对高杠杆的路径依赖，保持充足的现金流，坚守商业常识，才能跨越牛熊周期，实现资产稳健增长的有效依托。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您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